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张医生，我平时几乎都不吃肉，只吃素，为何我还得了高脂血症呢？李叔叔向一旁的医生询问道。原来李叔叔最近几年一直在做生意，应酬就比较多，大鱼大肉，喝酒也是常有的事。去医院体检的时候，查出了甘油三酯 3.92 毫摩尔每升，而且还合并有脂肪肝。于是医生建议尽量不要喝酒，控制饮食，多运动，然后定期的复查血脂。3个月后，他去复查血脂，发现甘油三酯为 4.25 毫摩尔每升，血脂不降反而升高。所以李叔叔就问了医生刚开始的那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也有此类的疑问：一，为什么说糖是高脂血症的元凶？我们平时说的血脂其实有好几种，它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和极低密度脂蛋白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根据目前的研究，血脂的来源主要包括2大类，即肝脏合成和食物中获取。给人体提供能量的主要是3大物质，即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这3者之中最主要的就是碳水化合物。如果把3大营养物质比作金钱，那碳水化合物就相当于我们口袋里的钱，可以随时用来消费；脂肪就相当于存在银行里的钱，有事了才会取出来花；蛋白质就相当于不动产，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拿出来花。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无论你吃的是碳水化合物、脂肪或者是蛋白质，人体都会把多余的热量转化为甘油三酯，并且运送到脂肪细胞储存起来。当人需要能量的时候，储存起来的甘油三酯就会在某些激素的作用下转化为能量。3大营养物质当中，人体最先消耗和利用的都是碳水化合物，因此碳水化合物是高脂血症的元凶。现代人吃的主食很多都是精致的，当人吃了这种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以后，它们就会被代谢成葡萄糖，进而引起血糖升高。人体为了控制血糖在正常的范围内，就会分泌很多的胰岛素。胰岛素降低血糖的途径主要是转化成脂肪，促进葡萄糖的利用。这样的话就会使得体内的脂肪增多，从而增加高脂血症的风险。如果不吃或者是少吃糖类，那人体就会增加体内脂肪的消耗，这样的话就有利于降低血脂。之前有人做过一项针对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甘油三酯的研究，这项研究把参加研究的人分为2组，一组每天给予 26% 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另外一组每天给予 52% 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几个月后，发现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那一组人，甘油三酯的水平普遍低于高碳水化合物饮食的那一组。随后又有人做了一项低脂饮食和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对甘油三酯影响的研究。半年以后，发现低碳水化合物的那一组血液中的甘油三酯下降了 0.43 毫摩尔每升，而低脂饮食的那一组甘油三酯仅仅下降了 0.08 毫摩尔每升。综合以上，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一些研究，都支持碳水化合物是高脂血症的元凶。2. 注意以下4点，可轻松降脂。1. 坚持低碳饮食。这里说的低碳饮食其实就是指限制碳水化合物摄入的一种饮食方式。常见的碳水化合物的种类是比较多的，只要是以上的食材制作的食物也都属于碳水化合物。常见的一些水果也含有不少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苹果、梨、猕猴桃、香木瓜等。相对来说，口味偏甜的水果里含有的糖类也是比较高的，应该限制这类食物的摄入。很多零食、饮料以及外出吃饭的食物中都有可能含有不少的糖类，这是因为加入了糖以后，可以显著的提高食物的口感。很多饮料中含有的糖分都是比较高的，喝多了一样会让人的血脂升高。
在坚持低碳饮食的同时，还需要注意控制总能量的摄入，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和蔬菜的摄入，尽量采取健康的烹饪方式，比如蒸、煮、炖等，尽量不要采取油炸、油煎等的烹饪方式。不过需要注意，有一些群体是不适合低碳饮食的，比如糖尿病患者、脂肪代谢异常、孕妇、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等。2. 坚持运动。现代人之所以血脂升高，其实和运动量不足也有比较大的关系。运动可以增加能量的消耗，促进新陈代谢，这些都有利于控制血脂。运动需要长期的坚持，不可3天打鱼2天晒网。每次运动的时间应该控制在30分钟左右，每周至少运动5次。具体选择什么运动方式，需要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散步是一种比较安全而且容易坚持的运动方式，因此散步可以作为他们的首选。3. 戒烟限酒。有很多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吸烟会使得甘油三酯升高，而且还会加重高脂血症对人体的损害。当把酒喝进去的时候，它就会在肝脏中进行代谢，长此以往就会增加肝脏的负担。与此同时，酒精进入人体以后的代谢产物乙醛会直接的损伤肝脏，导致肝脏代谢脂质的能力下降，从而增加高脂血症的风险。我们都知道，相对的来说，酒的能量是比较高的，经常喝酒就会使得人摄入比较多的热量，而这些热量不能及时的被代谢出去，就会转化成脂肪，从而增加高脂血症的风险。因此，为了更好的控制血脂，应该戒烟限酒。4. 保持体重在正常范围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个现象，高脂血症的患者之中，不少都是肥胖的。其实，肥胖本身就是高脂血症的一个高危因素。研究发现，肥胖者体重降低 5% 到 10%， 可以使血液中的甘油三酯降低 20% 左右。因此，为了更好的控制血脂，应该保证自己的体重在合理的范围内。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